我们学习计算机都应该去学什么？都应该去怎样去做？很多人迷茫，每天沉溺于写接口、做功能、做一些粘贴、复制、拷贝的工作。现在呢，很多代码一套呢就几千块，也就换句话说，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值几千块钱而已。很多人沉溺于此，乐此不疲。很多人说这是年轻程序员身上的问题，但是在年长程序员身上也有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去持续的去学习，没有去持续的提升自己的这方面的经历。他们每天做的工作呢，就是从一套代码，然后重复的拷贝到另一套代码上。他们洒然不知，他们所做的工作价值呢，只有几千块钱。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计算机行业里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文学界里也存在这方面的现象，比如说现在流行的假钱钱的屎尿诗，一条线儿一个坎儿。当年毛泽东主席呢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如果要是毛泽东主席听到了假钱钱的屎尿诗，他老人家一定会从棺材里蹦出来，质问他这是什么诗啊？低俗的社会，低俗的世界，中国作家协会。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在计算机行业里边，柯达集团一个年纪轻轻的总经理，20几岁，然后一个不懂技术的技术总监，女生（括号产品）。你跟他沟通，作为技术人员，你跟他沟通技术问题，他傻然不知，不知道那是什么，不知道那是风险，不知道那是需要解决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没有衡量评估的这种能力。反而呢，当问题出现了，正在进行中，他又觉得这问题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提前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你跟他讲，提前跟他讲，他也不懂啊。所以说呢，遇到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不提前去讲，提前去解决？但是跟他提前去讲，他又不懂啊，他也意识不到啊。所以啊，这也是一个计算机行业里边的这种低俗化、低俗无趣的这种社会现象，就说离那个工匠精神的那种价值体系很远很远。为什么中国呢？出现这种奇葩的现象呢？如合理的这种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但是普遍就是这样子。也许呢，
现在很多的那些知识产权，以及这是国内可能对这方面没有没有去深刻的或者是注重这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的这种关切。对于这些创新以及精益求精的这方面的这种突破很少。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就得打破这种局限，不要让这种低俗无趣的这种事情普遍化。那样的话，离我们的工匠精神，离我们的真正的强大差得很远。跑题了，我们讲的是计算机是一门艺术。为什么说计算机是一门艺术呢？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式可以应用并获得结果，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方法，这就是艺术。那我们就要去寻找这些方法，这些方法是什么呢？对于架构来说，你要有一个好的、合理的、匹配的，对于你需求合适的一个架构，选择一个需求合适的一个架构，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少，选择成本需求去等量的这种架构。另外呢，你要去对你所做的，如果是你做的是软件，你要去知道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软件设计的方法，不是你每天那些粘贴、拷贝、复制那些无聊无趣的那些工作。很多年，有的人如果是沉溺于那些粘贴、复制、拷贝，一直跳不出那个缺子，那个思维框架禁锢在那里。那到他年龄很大的时候，他必然是淘汰到的一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方法，我们不会被别人忽悠，心里边有数有底气，然后去更有质量的去做自己的工作。小视频播放给大家。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就是制造愚昧，他们不但要把我们变成蠢货，他让我们认为当蠢货很快乐。当我们变成蠢货以后，不仅不知道自己是蠢货，还洋洋自得，居然还对把我们变成蠢货的人感恩戴德。我们是善良。很多人应该看过这张图片吧？不要给我说什么底层原理，什么框架，什么奈何，老夫敲代码就一把书了，是吧？复制粘贴，拿起键盘就是干。嗨，我们所说的软件结构设计呢，它是一套方法论，一套需要不断精炼的这种方法论。对于企业来说，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这种架构框架，是单体呢，还是模块化单体，还是分布式微服务呢？我们选用模块化单体架构以及微服务等架构，那如何合理划分微服务呢？
分布式如何合理划分为服务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当你划分出来的服务，不断的去写，然后去越来越简单化。当我们服务划分好之后，要考虑功能的设计，也就是产品用例的这种解耦。对于那些同步的接口、组合性的接口，组合性的接口就是从不同的服务中，然后去获取结果，这叫组合性的这种接口，以及世界性的这种接口，以及实现世界性的接口是如何选择正确的实践模式，这些接口它们之间的局限性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去评估衡量。在实现接口过程当中，你还要去考虑选用何种设计模式，目的呢就是使那些提高代码的质量，将重用机制，然后去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方面。各种设计模式，你每一种如何使用它，何时使用它。在实现功能的过程当中，你需要考虑并发的问题。在并发的问题，会考虑分布式微服务的框架中为什么不能使用数据库事务。在世界驱动的微服务框架中，如何使用分布式锁？还有就是乱序的问题。我们如何使用那些版本控制，结合那种并发策略，以及处理那些密等性、那些无序事件，最终呢？最合理的方式呢，就是完全避免并发以及无序，这种完全避免并发以及无序这种操作，就是使用端到端的这种消息代理这种分区去处理实现它。在持久层这一块，建模这一块呢，我们需要考虑被遗忘权。被遗忘权呢，就是逻辑删除、物理删除、逻辑删除这方面，不是说任何情况下都使用物理删除，这是需要去评估衡量的。聚合大小这一块呢，你要考虑聚合的那些规范约束，以及第三范式建模的时候那些概念的完整性，像那些大的表有需要去排序或者是枫叶的那些操作的那些表，然后要将其做成超值类，就是组织表这种形式，就是在底层建模的时候就对它做一种优化。另外呢，就是数据的完整性这一块，建模都需要去考虑表的这种完整性、字段的完整性、关系层面的完整性。最后呢，去优化你的表结构，精炼你的表名、字段、外界等等吧。使用关系性数据库呢，就是以上的这些建模需要考虑的约束，这些都需要一条一条，然后去整理罗列出来，然后把这些进行方法论。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些关系性数据库，为什么要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些如果需求的约束考虑，如果我们从需求的角度说，
如果我们从需求的角度上考虑不使用关系型数据库，那我们还要考虑是否使用 NoSQL 数据库，是缓冲状态呢，还是保存状态？这些考虑这些缓冲状态，就是你如何去建模。直白一点的话，就是使用 Redis，何时使用 Redis？为什么要用 Redis 去做建模？在你整个交互的生命周期过程当中，为什么要用 Redis 做这种做这种有状态这种数据的建模呢？都需要去考虑。另外呢，对无状态这种数据如何去建模，都要去考虑这些，然后去让每一个概念去形成方法论。另外，在实现代码的过程当中，从 Java 的角度来说，你要考虑 Java 的数据类型，以及每种类型的容纳的数据范围，是用站表示呢，还是用堆表示呢？序列化的，你要考虑序列化的那些算法，分支查找了那些一维的如何做分支查找，二维的、三维的。因为呢，你还要去考虑那些低代码的那些范例，就同步的 API， 那些传统的那些 CRD， 苞米豆的这些做 CRD， 然后去如何去写这些同步这些接口这些范例，组合性的这种接口以及事件性的这种接口，每种事件模式它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都需要去形成你的低代码这种范例。就是不管程序员呢实现架构，程序员实现这些不管产品用力的这种需求，我们只管数据去实现它，然后去形成那种统一的，然后可以重复使用的这种共性这种范例。基础结构呢这一块呢，从我们这个视频呢讲解，就是计算机是一门艺术，它应该包含基础结构这一块。基础结构呢，就是可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可用性呢，就是消除单点，避免其中一个节点失效，还能将执行的任务传递给其他节点运行，这就是可用性。可靠性呢，就是你需要评估你当前资源的使用和去合理化它的风险，然后保障呢你的工作负载在合理的时间内去完成它。可扩展性呢，就是根据资源的管理的必要性，提高你的并发吞吐量，然后去扩容，根据你的资源的必要性去扩容。就说你花了100块钱的成本，你起码就达到99块钱的效率，然后再去花钱吧，不能随意的去花钱。讲的直白一点，就是可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我们把它讲成白话呢，就是消除单点，评估风险，根据制约的必要性去扩容。当然，我们还要去考虑每一种就是中间件使用的中间件软件都有不同的约束，但是计算方法都是相同的，就流量控制、用材控制、慢启动去计算它的数据跟带宽，然后基于这些有依据的数据，然后去做可用性、可靠性、可扩展性。
计算机科学是一种艺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提炼、升华你所总结的方法论。所以说，这需要不断去学习，从知识的不断的这种迭代，这种计算机呢，它也是技术也是不断的在发展，你所学得到的东西是需要不断的去迭代更新的，这样然后才能去将你的所整理的方法论，然后去不断的提炼升华，才能去跟进需求的这种跟进，才能去跟进时代的发展，去净化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去付诸于实践的去实现你心目中的那个工匠精神。谢谢，本次视频分享到此。